这些尺寸他们都已经算好了。这边呢还做了一个焊接，都是他们在买材料的时候算了尺寸焊接过来的。做这个太小了，你包给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按照那个平方来算。你像那个厨房的顶，他不会按照平方的算，他只会说，他是说，他是这么说的，我给你帮忙，收个工钱，收工钱看了。你可以叫他过来，我这边可以出一个师傅给他帮忙，工钱他自己出，我可以叫一个师傅帮忙，是可以的。你叫他过来做，还是这样子。要递材料要干嘛的，给他帮忙，但是工钱他要自己出。我就不给他出工钱，是吧？他要递材料，他要下什么材料，要一起和他盖瓦，都可以给他搞。人和人之间，有的时候何必要相互去诋毁呢？今天这件事情本来我不想说的，但是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，我还是想拍一个视频，让大家去评评理，来说一说。昨天我们是休息了一天，我们的工人和我都没有上来。大哥呢是买了一些材料过来，然后带了一个安装门窗的师傅过来的，还记得吧？在下雨之前，我是叫了一个师傅，叫他一起来装这些门窗，量了尺寸，然后大概给他报一个价格。最后面他们没有谈拢，意思呢，也就是可能价格没有谈拢。大哥就以为可能我和这个师傅之间有些什么关系，或者我又是和别人一起的合伙的来坑他的。反正他的想法是这样子，因为今天早早的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你叫的那个师傅给我报的价格特别高，这个院门也就是这个大门要2000多一个平方，算起来就要2万多块钱。然后他自己去叫了个师傅，我就说那你这个院门现在好多钱？他说不做铝合金了，铝合金确实要2000多，那和之前那个师傅就差不多。意思我叫的师傅也是按着行情的价格给他报的，但是他总是不相信。为什么刚才我说人和人之间不要去诋毁呢？这事情我特别的气。他叫了的那个师傅昨天一来就说了，我们这2根立柱有1根高1根低，相差了10来公分，他安装不了大门。我特别的气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早早的我们在吃了面条之后，马上叫师傅来量一下这2根立柱究竟有没有做错，有没有就说1根高1根低。因为大哥是今天早上和我说这个事情的，然后我们一量只相差了1公分左右，所以呢我就觉得同行之间可能他就眼红，他就觉得不说不快，他一来一看量都没量，他就说我们这2根立柱相差很大，意思呢就是诋毁我们做工不行。这个人我现在还没看到究竟是谁来装这个门窗，可能是我认识的一些同行，但是也有可能不认识。如果等到他再过来因为这个事情再和我们说的话，到时候我肯定会发脾气的。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做错，你不能说肉眼一看你就觉得我哪里没做好了，你先量了之后我们没做错了，我们再返工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直接来就说了，告诉了这个大哥，这个大哥清早八早的在楼上就告诉我，你这2根立柱1根高1根低，你怎么去办？要我去返工。我说我叫师傅等一下去量，再去看怎么解决。等到我一量1公分的相差，这是人做出来的东西，肯定有些相差，这是难免的，这是一个失误的范围之内，何况1公分安装门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，所以我就特别气，要拍这个视频出来。然后这个装门窗的师傅还和买房的大哥说了很多，他说打这个地坪事先要先填一些沙子进去，用混凝土自己先打一层，直接叫搅拌镇的一个混凝浆过来，要贵很多。他就叫我们把这堆沙子全部填进去，然后我就说你要填的话，你再去买2车过来，我们都给你填，大不了我们费点人工。反正可能啊，同行之间他有些人他确实不安好心，他一句话可以让你整个
工人，你所有做之前的努力，付出更多。然后他还说了，这个厨房的屋顶，我们本来包工做的，我们是直接盖的木房子的屋顶，也就是用木领子来盖这个屋顶，而且我们之前设计的是两边倒水，这个大哥要一边倒水。他又说了，他说这个顶你就交给你建房子的师傅来做，然后价格的话就300块钱，意思就是给我们300块钱，让我们来给他做这个屋顶。然后这个屋顶用什么来做呢？用方钢，还有加上树脂瓦这2种材料来做。我就告诉他了，我就今天早上我有点发脾气，我就明确的说，我说方钢我做不了，我的师傅没有电焊机，什么都没有，实际上我都有，我不想做。300块钱，他那个装门窗的，他自己都觉得他做不下，但是他要把这个价格说了300块钱，他可以做。他说你叫你师傅给他们300块钱，让他们去做。你说这句话，是不是想让我和大哥之间产生更大的一个纠纷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人啊，真的很多人，我承认有的人是心好，但是有的人真的心特别不好。这个东西你说不说，你能做你就做，你做多少你和他去做多少，你干嘛把我牵扯进来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去看一下他买的材料，都已经买到了。如果这个湖北的大哥听起我们的建议，那直接用这些木领子，我们安装了这个脚手架，用完了之后，这个木领子完全是可以再用的。再去盖那个瓦，我们不收他1分钱的工钱，给他盖好就行了。但是他不相信我们啊，我们说什么都没用，所以他自己去买一些材料。好，你看这些树脂瓦都是他买过来的，这个是胶瓦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而且它的尺寸都已经裁好了，算好了尺寸，应该是那个人给他一起算的。这里面呢是方钢，昨天我们没有过来，下了雨嘛，他们就把这些方钢全部搬进来了。而且这些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些尺寸他们都已经算好了。这边呢还做了一个焊接，都是他们在买材料的时候算了尺寸焊接过来的。现在他就意思，可能这个人也赚不了钱，300块钱他可能自己做不了，但是呢，他想让我们师傅来做，300块钱叫这个大哥给我们来做这个事情。我说肯定我不会给你做的，你自己想你的办法吧。毕竟我们之前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给你做什么就是什么。现在我越说越来气，确实今天心里挺不平静的。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师傅究竟做些什么工作。这个是前2天砌好的一个卫生间，现在已经开始做粉刷了。这边都粉刷好了，早早过来，我们该做我们的事情就行了，不关我们的事情。现在我是一点都不参与，一点也不去说，做好我们的事情，我就想赶快回家了，不想再待在这个地方了。确实，之前接的这栋房子很大的失误就是这一点。现在这里面我们也是按照他的要求来做的，我们一点没有偷工减料。你看，整个这个墙我们全部铲掉了，然后上面做吊顶就给它留出来了，因为不需要铲，上面也不需要做粉刷。这底下的我们全部铲掉，铲掉了之后，我们就全部做一个粉刷。做好了之后，这个卫生间只要做水电就行了，房门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关于我们来做了。到时安装这个门窗的人过来，我肯定不会说的太多。如果他再唧唧歪歪，再说了很多话的话，我很不开心，可能我当场就和他发脾气。反正这些门窗我们给他全部拆除了，以前的旧门窗全部拆除，他要怎么安装就怎么安装，也不要找到我们，让他自己去做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确实有点说得过火了，也请大家如果看得不舒服啊，多理解一下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